Hello， 大家好，我是一王。这一期我们来做一个6台7000元价位高性价比游戏本电脑的横评。又到了国庆假期，大学新生们应该都完成了军训，准备正式进入大学生活了吧？之前暑假期间还没有买电脑的同学们，应该也差不多要下手了。我们都知道一线品牌的笔记本肯定是比较好的，但是很多时候因为预算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去选择那一些型号，特别是今年经济下行，赚钱变困难了，所以这次我们选择了6台偏向于高性价比的型号做一下对比评测，帮助大家进行挑选。我们这次横评的笔记本的价位基本上都在7000元左右，正负500元。之所以这么选是因为我们之前研究了一番，今年的游戏本我们认为显卡应该至少有个3060才比较划算。3050、3050 Ti 跟3060显卡的本子差价比较小，但是性能的差距却是较大的。带3060的本子基本上都是6000多起步了。这一期视频我们没有下饭除了一台笔记本是从渠道拿了之外，其他全部是从拼多多百亿补贴自费购买的毕竟游戏本这一块百亿补贴价格优势还是挺大的。然后做一下免责声明虽然我们已经是很努力的去挑选性价比最高的几台，但是因为笔记本的价格经常会有浮动，没有选上的未必就不好只是有可能我们在买的时候它并没有一个好的价格或者是缺货。比如比较热门的极光 Pro， 在我们立项的时候就全世界都缺货涨价了。还有戴尔的 G15， 本来是一线品牌，好做工好售后，但是当前价格超出我们的预定的范围有一点多，而且它是单 M2 槽。我们这里也没有选择太过杂牌的产品至少都得是蓝天或者是同方模具的。这期视频我们花了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按照我们的评测习惯，将每一台机子的各个部分都仔细测了一轮。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千万不要忘记按爆点赞和投币的按钮。好，必要的废话说完，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参赛选手。第一台是七彩虹的匠心 X15 AT22 款，是12代 i7 加3060的配置，算是这个价位段里面比较均衡的而且它是全部测试机器里面最便宜的一台，6694买到的情况下，它还是1TB 的固态硬盘。之前的匠心系列表现不怎么样，但是22款因为使用了蓝天今年最新的模具，是支持独显直连的，而且根据小道消息，最近的版本还更新了散热器，性能发挥好了不少，性价比看上去还挺高的。第二台是机械革命旷世1，它同样是12代 i7 加3060，但它是17寸 2.56K 分辨率的屏幕，因为机身比较宽大据说散热表现不错。另外它也支持独显直连，价格也还可以，缺点就是会重一点，边缘性差一些不过比较有意思的是，它并不是这一次横评中最重的那一台机子。第三台是红旗的暗影骑士琴，作为一台7000块钱的笔记本，它只搭载了 i5 处理器，但因为红旗在笔记本中毕竟是准一线品牌算上这里的加成，还是值得来看一下的。而且作为游戏本，对于更侧重游戏表现的用户来说 ，i5 和 i7 的游戏性能差距可能并没有那么大。既然有了 i5 和 i7， 接下来就应该来一个 i9 了所以我们选择了雷神911星战2022。作为一台7000多的笔记本，它居然搭载了 i9 1290H 处理器，我们也很感兴趣 H45 的 i9 对比 i5 和 i7 实际的提升到底有多大所以它虽然贵一点，也还是买回来了测测看。另外，它虽然是 i9 处理器，但其实和1号选手匠心 X15 AT22 版是同一个模具所以它到底压不压得住 i9 也是个问题。第5款是前不久刚做过视频的神州战神 ZX9， 它的卖点是在6800这个价位上使用台式机版本的 i5 处理器，并且上了一张3070显卡虽然它没有独显直连，但它的游戏优势依然是相当大的。以及我们这次买到的这一台，它居然是配的单条16G 的内存，到时候我们还折腾了一下，换成了2根8G 的，这样才能保证最佳的性能发挥。最后一台是做到这个价位的笔记本评测，肯定会有人提的 Intel NUC X15 准系统，11代 i7 11800H 加3070的版本，市场价格是6000多，需要自己加内存和固态同样配购16G 内存加512G 固态的话，一套7000左右就可以拿下。缺点首先是没有独显直连，然后更重要的是售后比较麻烦。我们打过800的电话说是保修要拿着购买凭证找经销商保修只是可以协助我们找经销商，也就是说基本上等于是电保。还有就是品控问题，看网上评价不太好，小毛病多，还听说有烧主板的情况。品控这一点在我们的个体样品上没有办法体现不能纳入评分，就只能大家自己留意一下了。这次参赛的6台笔记本应该算是各种风格都有了，光处理器就有5种显卡它也有2种这个对比应该是挺有看头的不过很巧的是他们都是用的 DDR4 的内存。关于锐龙处理器的笔记本，当初立项的时候，在这个价位段没有找到性价比特别突出的机型所以这一次是全英特尔阵容不过后来看了一下戴尔 G15 锐龙版百亿补贴7400，其实也还好，680H 打1250H 是略输一点点。
最后，为了提供性能参考，我们还从隔壁 S Plus 那里借来了一台 Y9000P 它算是12700H 加360的游戏本之中性能释放相当强的了通过和它的成绩做对比可以方便大家了解性价比游戏本们和中高端定位的完全体笔记本的差距有多少。然后为了方便大家参考，这次我们会对不同的笔记本进行一个简单的打分，按照我们对游戏本的评测习惯我们将笔记本的特性分成了7个项目然后我们内部讨论了一下，根据日常游戏本实际使用场景下不同项目的重要性，设置了不同的打分权重，合计总共是100分。每个项目评分时表现最好的那台打满分，其他的根据差距比例去打分这里强调一下，不管是项目权重还是打分都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比如便携性这个东西，根据不同人不同用途重要性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分数仅供快速参考，还是要根据你个人需要以及喜好去挑选，并且评分也仅在这一次的评测项目中使用。好，第2轮必要的废话讲完，正式开始对比。第一个项目是屏幕，满分是15分。我们讨论了一下，在大学宿舍里面，游戏本使用外接屏幕的情况还是相对比较少的机身自带的屏幕就决定了你观看甚至是游戏的体验，所以它的比分会相对高一点。屏幕这里我们测了最大亮度、对比度、色域容积、色准、黑白响应。为了节省时间，这里直接一个大表格放出来。这次测试的6台机子都是高刷屏，都不是 PWM 调光的至少都是接近100% sRGB 色域，所以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比较差的。色准那里除了神州在 X9， 因为是广色域屏，所以测的是 P3 色域的色准，其他都是测的 sRGB 色域下的。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屏幕分别接到独显和核显上的时候，它的色彩表现还是有差别的。接下来说一说我的主观排名、主观评分以及打分的理由。首先，第1名是旷视1，它17寸 2.56K 的面板观感优势还是比较大的，大一点看着就是爽。而且出厂的色准里面，它的最好不管是核显连接还是独显连接 ，Delta 1都是最小的。虽然响应速度不是最快但这么多面板最大差距也就2-3毫秒实际游戏时差别没有那么大。第2名我给到 NUC X15 15.6寸屏的机型中，它是唯一一台 2.56K 分辨率的，同时响应速度也是最快因为尺寸原因比旷视1低了2分。第3名是暗影骑士晴，因为分辨率原因比 NUC X15 低了2分。第4名是战神ZX9其实理论上 ZX9 的面板是要好一点的但它是一个 P3 色域的屏幕。广色域屏在 Windows 下的支持就是一坨翔控制中心里面我们也没有找到色域线索功能，所以给ZX9扣了1分。不过，如果你是艺术相关专业的，你学的软件能够支持广色域的话那这里其实是一个加分项。911星战和 X15AT 并列最后，它们本来就是相同的面板，性能的话那一点点差距也只是体质差别而已。之所以排到最后，是因为这2台机子在核显模式下色准非常之糟糕，而且校准也做不了，可能是软件调教方面的问题虽然玩游戏时肯定是开独显直连，但是万一你要带出去，核显模式下续航要长很多，这个时候就要忍受较高的偏色了，不知道后续能不能更新 BIOS 或者是驱动来修复。第2个评分项目是笔记本除屏幕以外的外在部分，包括外壳键盘、触摸板这些输入设备、接口、便携性等等。这个项目只给到10分的原因是买性价比游戏本的人可能没有这么注重这一块。另外，学习和游戏时肯定会外接鼠标，甚至可能会外接键盘以及这里也没有包含外观打分，毕竟这玩意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大家自己看着给吧。因为机身宽大，6台机器都有丰富的 I/O 接口，甚至都有 HDMI 和 RJ45 网口，都能满足日常的需求最大的差别就是带不带雷电和读卡器了那么继续来打分，首先毫无疑问的外在这一块 Intel 的 NUC X15是当之无愧的第1名。6个参赛选手之中，只有它是铝合金的机身，整机质感我们工作室的小伙伴上手摸过之后，都觉得它是相当的棒。而且它还是矮轴机械键盘，键盘背光支持单键调色，甚至机身的前方还有一个 RGB 灯条。它的机身也是6台之中最轻最薄的，总之不说的话，很容易让人以为是雷蛇凌刃之类的万元级的本子。缺点的话 ，A 面和 C 面上有类附涂层不够耐脏和耐用，还缺了小键盘。A 面有一点素，不过也留了给用户自己 DIY 的空间，可以贴各种奇怪的贴纸上去。剩下的5台都是高分子聚合物，也就是大塑料的外壳。其中匠心 X15AT 和911星战，除了 AC 面的壳子的差别之外，明显是完全一样的东西。从 C 面的布局到接口到散热的出风口都是完全相同的。就连键盘的调光软件都是一样的。前面说了外观不计分，所以并列第2。它们的外在和第1名差距较大，所以只能给到7分。第4名我给到暗影骑士晴虽然说是准一线厂家的机器，但是这个外壳强度居然还不如蓝天模具
触摸板面积也小一点，而且体积和重量都较大，便携性要差一些。好在键盘支持单键调光，拉回一点颜面，我个人主观给到6分这样。最后，战神 ZX9 和旷视1这2台机子并列倒数第一，它们都是体积和旅行重量较大都没有雷电接口。我知道是因为屏幕散热等原因，所以才导致它们这么厚重。但是那些项目在别的地方有另外的积分单论便携性，它们确实更差。然后这2台机子的外在哪个更差一些，我也是纠结了很久。战神 ZX9 是更重更厚一点，同时触摸板是老式的。旷视1则是底盖较软同时这个屏幕转轴似乎不太扛得住这个17寸的大屏，碰一下要晃很久。思来想去，还是决定都给到5分这样吧。接下来是第3个项目内在，我们会对每一台机器进行拆解，根据拆解的难度，也就是用户自己升级和清灰的难度、内部的做工设计、硬件插槽的数量、网卡、SSD、内存、电池容量和续航的表现进行一个综合的评分。满分只给到10分的原因是我们内部讨论了一下，发现大多数大学生电脑买回去4年都不会拆开后盖，那么拆装难易度这个东西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意义不大了。而且这6台笔记本电脑都上了16G 内存和 SSD， 游戏本的电池又基本都是 UPS 级别的，使用体验上差别可能没有这么大。这6台实际拆解起来也都是比较的轻松，很多卸了螺丝之后，徒手就可以掰开后盖，就算要用吸盘和撬棒，也都非常的简单，都没有出现断卡扣的情况，也都有双内存槽和双 M2 硬盘槽，网卡也都是可以自己进行更换。那么开始评分，第1名我给到了暗影骑士秦。首先它内部设计比较的规整，也是参赛选手中唯一一台内存带有屏蔽罩的，然后用的配件比较的好。PCIe 4.0 固态加 Killer 的网卡虽然电池那里短了一截，容量不怎么高，但是因为 i5 处理器省电一点，续航表现不错另外说不定可以自己更换大容量电池。然后战神 ZX9 第2给到8分，它是最传统的那种笔记本结构，所以拆解起来最简单，没有卡扣，卸了螺丝后盖往上一推就行了。拆了后盖之后，主板还有一层外壳做保护，扩展性也是最好的，甚至还有2.5寸的硬盘位。扣分点一个是第2条 M2 槽和无线网卡玩起了叠叠乐，散热和硬盘兼容性都会受到影响。2是我们这台预装了单条的内存，3就是续航要差了一点。NUC X15排到第3，给7分。它有着最大的电池虽然是2K 屏幕，但是核显转发模式下续航还是并列最佳。网卡是 WiFi 6的，内存 SSD 看你自己有多少预算，想上多好的。还有后盖的螺丝都有防脱设计，可以避免搞丢螺丝。扣分点一个是裸露的南桥虽然确实影响不大，但总觉得看着就不爽。另外就是它是准系统，别的都是到手即用，而它无论如何都要拆一次。第4名是匠心 X15AT 6分虽然 X15AT 和911星战是相同的模具，但是因为配置和细节的差别导致得分不一样。首先因为处理器不同 ，X15AT 的续航要长一点，然后 X15AT 配的是 WiFi 6E 的无线网卡。不过那个 SSD 虽然是 1TB 的，但是 P2 貌似是 TLC 和 QLC 颗粒混用。我们买到的这一台上面的是 TLC 颗粒的，大家再去买有可能会是 QLC。第5名是911星战2022 4.5分，大家可能会惊讶为什么相同的模具得分比 X15AT 低了这么多。这里最主要的原因是作为一台游戏本，它居然在后盖贴了一个防拆标签。我可以选择不升级硬件，但你总不能不让我升级吧？而且因为 i9 处理器较高的功耗，续航拿了一个倒数第1。最后1名给到旷视1，1分。最小的电池容量，倒数的续航 QLC 的 SSD， 最大速度只有433 Mbps 的9462网卡。最离谱的是有2条扭曲甚至转圈的大排线像违章建筑一样吊在那里，没有做任何的固定。为了看电池容量，我们还要将一条排线挑起来拆这么多笔记本，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左下角也有一大块是空的，空间利用率这么差的情况下，排线还布不好。同样是同方模具的 NUC X15，那条2折的排线都好歹有用胶布粘一下。可能会有人感兴趣，那一台参考机 Y9000P 的内部是怎么样的？实际上不光设计非常规整漂亮，而且主要零件全部都带有屏蔽罩和散热片，零件也是用的好的，1分钱1分货吧。第4个项目是 CPU 性能，占到20分。一开始我想着跑分层级都有具体的数据应该是比较客观的一个项目。后来我想了一下，不同人用电脑来做的事情不一样所以这也会是一个结合跑分以及我个人理解的一个主观评分。我会根据单核跑分、多核跑分、长时间工作时的性能释放等等来综合进行评价。详细的测试结果我们都会放出图表，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重新去打分。
跑测试时都会开到性能模式，然后除了其中一台风扇转速都会开满啊，就只有暗影骑士琴的风扇是开了自动，因为它满速有7000多转，直接到了60多分贝啊！如果不降速来跑测试的话，测试员第一个受不了，全办公室的人都会想给它的散热表现扣成负分。就算是自动转速，双烤噪音也有59分贝，已经是所有机型之中最吵的了。我们后来看了一下实际的烤机啊，发现 CPU 和 GPU 温度都非常的低，发挥应该是完全的，这个转速属实是没啥必要。然后要注意，因为游戏后面有专门的测试，所以这里讲的 CPU 性能是指游戏以外的使用场景下的性能。因为时间和篇幅的关系，会一边放成绩图表，一边讲主观排名和得分。想仔细看成绩的同学可以暂停慢慢观察。那么排名第一的是搭载 i9 处理器的911星战2022，12代 i9 处理器不管是单核还是多核都是比较强的，缺点就是这台机子的散热不太给力，长时间工作的话，多核表现比那2台 i7-1270H 的机子其实还要弱一点点。然后12代 i7 处理器的匠心 X15AT 和旷世一分别为第2、第3名，19分和18.5分。啊，是的，虽然不管单核还是多核都是 i9 要强，但即使是跑短时任务，差距其实也就那么一点，更不要说长时间工作下，这2台机子的性能表现会比星战911强点，所以实际使用起来体验不会有太大的差距。旷世一的问题是功耗强设得太保守，所以很多测试成绩表现比匠心弱一点。不过它长时间工作时性能发挥更好，所以只低了0.5分。接下来是第4名，我给到暗影骑士琴16分。i5 和 i7、i9 的差距确实是比较大的，但是因为较低的功耗和模具较为激进的散热啊，长时间工作时差距被拉回来了一些。最后2名给到战神+9和纳沙15，我主观打分都是13分，因为 CPU 原因，他们单核和多核成绩都是要落后其他机子不少的。其中纳沙15是11代处理器，单核成绩落后的多一点，战神+9则是多核以及长时间工作表现差一点。接下来应该是大家最关心的部分了，不管是游戏还是专业课的 3D 软件，都非常吃显卡，因为显卡很多时候不能完全独立工作，也和游戏性能不太好分开啊，所以这里放到了一起，并且满分设为30分，是所有项目中权重最高的。毕竟买游戏本不就是图它的显卡性能嘛？这一块的客观程度可能比 CPU 性能项目要高一点，但是考虑到不同人玩的游戏不一样，甚至可能是拿来学习和工作的，所以也是仅供大致的参考。第1名是战神+9，虽然它没有显卡直连，但是3070的优势实在是比较大。除了 CSGO 被核显转发拖累了，Dota 2被单核性能拖累了，其他从理论测试到游戏帧数都是全面胜出。第2名是 NUC X15，虽然它也是3070显卡，测 3D Mark 时显卡理论分和 Z9 基本上一致，但是可能受到11代 i7 单核性能和核显转发性能的影响，使用内屏玩游戏的话，游戏表现平均只有 Z9 的90%不到。我们专门给它外接了一台显示器来做测试发现提升还是相当大的，综合考虑给到28分。第3名是旷世一，得益于17寸机身较好的散热，它整体的游戏表现在 i7 机型中是最好的，综合下来给到26.5分这样。接下来911星战第4 25.5分，匠心第5 25分。911星战虽然搭载了 i9 处理器，但是因为散热模组和供电都有限制，实际游戏表现并没有比 X15AT 强很多，有几个游戏的1%低帧甚至还输了一点，可能是 CPU 那边功率或者是散热无法满足需求的原因，所以只赢了一个0.5分。最后1名是暗影骑士琴，可能是自动风扇模式的原因，也可能是 i5 单核性能的原因。这台机子跑 3D Mark 理论测试时得分比较差，然后虽然很多游戏的平均帧表现比较好，但是1%低帧又经常会差一点。Dota 2和吃鸡的表现也要弱一些，综合起来给到24.5分这样吧。另外这些机子之中，匠心 X15AT 和911星战的原装适配器功率是最低的，只有180瓦。我们尝试过给他们更换更高功率的适配器结果发现当功率过高时，它直接把适配器供电给断了至少从 BIOS 层面就锁死了功率的上限。接下来是第6个项目，散热和噪音。这个项目满分只给到了10分，因为前面的性能测试其实已经能够说明对 CPU 和显卡的压制能力，主要还是看机身温度和噪音，也就是你玩游戏和学习工作时的贴身体验。这里我们在26度正负1度的室温下进行了 CPU 和显卡的单双烤，也跑了20分钟的2077看帧数表现，性能模式和风扇转速设置跟前面跑测试的时候相同。我们记录了噪音和机身 C 面的热成像温度等等数据为了节省时间，这里直接做成了一个大表放出来。第1名是旷世一，作为唯一一台17寸的机器，机身宽大，散热表现确实是比较强，不管是 C 面温度还是噪音都是控制得最好的，就是 WASD 位置的温度稍高。
过来是 NUC X15，给到9分，虽然是最轻薄的机器，但是噪音第2低 ，C 面温度也控制得相当不错 ，WASD 位置的温度甚至是最低的。主要星战排第3 8分，虽然是 i9 处理器，机身表面温度控制的还不错，战神再差9第4 7.5分，主要是表面温度的控制稍微差了一点点。第5名是暗影骑士晴，虽然它机身表面温度和内部温度都控制得不错，但是风扇策略实在是太激进了，我只能给到6分。最后一名实话说非常意外是匠心 X15AT 5分，它明明和911星战是同一个模具，散热器完全相同 ，C 面居然热了挺多的，内部的温度明显也更高了，长时间游戏时的帧数表现也不太好。我们仔细检查过烤机功耗那些都是一样的只能认为是体质或者是品控的问题了。拆开散热器重新涂一下硅脂搞不好就能恢复正常，前面的性能表现说不定也能好一点。终于来到最后一个评分项目了，售后考虑到这几台机子的售后服务是有差别的，我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加上不过也考虑到如果你运气好，机子几年不坏，那其实是用不上的所以只给到了5分的权重。当然，我也没有办法去统计每一个厂家详细的售后水平，所以这里只是参考了他们提供的售后等级再数了一下广东省内的线下网点数量，大致给的一个评分。实际呢，就还要看和你对接的人的水平。那么并列第一的是七彩虹和红旗，红旗准一线，线下网点最多，而七彩虹他们的笔记本居然支持上门售后，剩下的厂家之中，除了 NUC X15都支持个人送保，所以就看线下网点的数量了于是过来就是神州，售后点虽然只比红旗少一家，但是集中在大城市，算4分吧。然后雷神广东省内有9家，机械革命只有2家，所以只能给到3.5和2.5分。毕竟线下有网点，代表你当天有机会修好；机修的话，至少得2、3天没有电脑用。最后是 NUC X15，只能凭购买凭证找经销商所以只能给1分了。那么全部项目测完，可以来看总的成绩了。最后我们还加了一个每分价格方便大家判断性价比。再次强调，这个打分含有主观因素，仅供参考。还有不要忘记加上你自己的外观打分因为笔记本电脑的细节较多，难免有没考虑到的地方，测试上也可能存在错漏，欢迎在评论区补充和指出。但互相攻击、争吵之类的就没有必要了，请友善讨论。整体看下来，素质最好的机子是 Intel 的 NUC X15，性价比也可以就是需要小心品控和售后的问题。Intel 的 NUC 系列东西还是挺不错的，但是每一次新品上市定价都迷之自信就导致最后卖不完要大幅降价来清货。得分第2高的是暗影骑士晴，虽然它大多数项目都不突出，但是平均表现还可以，算水桶机，就是温控策略不要这么激进就好了。神州的 Z9 优势是游戏性能最强，性价比也是比较的高，除了太重之外，整体都还可以品控的话，其他几个也大多是蓝天或者同框模具，也不见得好很多。旷世一是被糟糕的内部拖了后腿，果然还是1分钱1分货，大机身大屏幕的成本要从别的地方省下来。911星战的话，主要还是性价比的问题 ，i9 处理器受限于模具，没有发挥出太大的性能优势，价格还要这么高，就不太划算了。匠心 X15AT 则主要是散热的问题，但是因为它是最便宜的机子，所以性价比表现还可以。另外，匠心 X15AT 有一个 i9 的版本，它比911星战 i9 版本要便宜不少。我们查过官网，2022款的匠心 X15其实都是带 AT 后缀的，而如果散热真的是体质问题，或者单纯就是硅脂没涂好，可以自己解决的话，那性价比还挺高的。最后比较有意思的是，6台不同风格、不同设计、不同配置的机器，但是实际上各项综合算下来，基本上都在78分上下其实还是比较接近的。最高和最低分的2台还是因为特殊原因导致的。打分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过控制总分这件事就是按照我个人理解，逐个项目单独去打的分。其实也很好理解，毕竟总的成本、总的技能点就这么多就看厂家怎么加点的问题了。所以重点其实还是要根据你的需要去挑选机器。以后有机会再研究一下有没有更通用、更科学的打分方式吧。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看在这一期工程量如此之大的份上，怎么样也应该给一个免费的点赞支持一下吧。还有新观众记得点一下订阅，就不会错过后面的精彩影片了。我是一王，下次再见，拜拜。